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要来浅谈维摩诘经。维摩诘经跟法华经、阿弥陀经、般若经、金刚经等等，这些都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也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了。那鸠摩罗什是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大师之一啊，所以没有鸠摩罗什的话，就没有这些大乘的经典流传到现在。那维摩诘经一共有14品，其中最核心也最被后世引用的内容有3品，也就是第5品的文殊师利问集品，跟第9品的入不二法门品，跟第11品的菩萨行品。那慈济菩萨道的修行法门呢，是以法华经为基础，而无量义经呢，更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在。然而维摩诘经呢，也不遑多让，是大乘佛法入世修行者的一本经典名著。那法华经呢，是比较偏重在说明菩萨道的方向跟愿景。那无量义经更是带领我们走向净极清澄的境界，那个是一个很美的境界了。而维摩诘经呢，则偏重在示范菩萨道实践的方法，由维摩诘居士来示范给我们看。因此呢，法华经跟维摩诘经的这2部大乘佛法的经典没有彼此分离的，而是互相辉映。维摩诘经呢，清楚地掌握了大乘佛教的根本原理。那这个原理就是什么？烦恼即菩提。那这个是维摩诘经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贯穿全经的精神。不过要配合入不二法门一起来理解，这样才会理事相应。烦恼即菩提呢，是修行过程中实践的方向。希望到最后少烦恼或者没有烦恼，有烦恼也是变成菩提，这个方向。那入不二法门呢，则是智慧的归宿。菩萨道做到最后，智慧增长。所以行菩萨道过程中呢，都要以不二法门的智慧呢作为指引。因此呢，这个烦恼即菩提跟入不二法门呢，2个要前后呼应，比较能够完整表达整部经的精神。那这个就好像慈济宗门跟净实法脉也是双轨并行，相辅相成。那这样才是理事相通，福慧双修了。因为我们读书会一集呢只有20分钟，因此我们要分上下2集来讲。上集偏重在介绍维摩诘居士，那下集呢就偏重在讲解入不二法门跟烦恼及菩提的。那我们今晚就来谈谈这位大乘佛法的实践者，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陀弟子们呢，去维摩诘居士的那里呢，还要对维摩居士顶礼3拜。然而维摩诘是在家，他现居士身，成愿再来，是要帮助佛陀说法，帮佛陀传法。所以维摩诘不是普通的凡夫。佛陀就说了，曾经有一个佛国叫做妙喜世界，那里有一尊佛叫做无动，无动就是不动了。维摩诘居士就是这一尊不动如来。在那边圆寂了以后呢，成愿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这样说起来呢，维摩诘居士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是到这个世界来呢，以居士身来度众生。佛教里呢有很多经典是记载的诸佛菩萨的事迹嘛，那记载很多要记载许多出家这个是记载很多出家比丘跟比丘尼的事迹了。但是专门记载居士事迹的经典就非常少。那维摩诘经就是少数记载居士行仪的一部经。如果要问佛教经典里面最富有哲学思想、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是哪一部经呢？首屈一指的是
维摩诘经啊。那维摩诘居士是佛陀的在家弟子哦，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呐。他虽然视现凡夫身，但是他的内心却没有贪嗔痴。他不但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之中了，更是精通大乘佛教的义理啊。出家的弟子们境界都还比不过他哎。所以他之所以受到尊崇啊，不只是他的智慧很高，而是因为他展现了一位在家菩萨的人格典范。那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呢？大致可以归纳为8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他智慧圆融啊，不着形式啊，也就是不执着出家或在家的身份不执着清净跟污染的表象更是善于因人施教，随机说法。他虽然生活在城市里面有家庭又经商但却不被名利所染第二，他慈悲入世，不离众生他没有离开人群他进入商场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教化众生到官府去不是为了求权位，而是劝人要正直他跟各种阶层的人往来呢，都是在利益别人其实这个就是菩萨道的精神第三，他善巧方便应机说法，他非常懂得灌机斗教对不同根基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有时候很柔和，有时候很犀利，有时候很沉默，有时候又辩才无碍那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叫做银墨响如雷这个就是说在入不二法门的这个法会的时候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观点他一句话也不说，用沉默来显示最高的智慧就是闭嘴闭嘴也不简单第四，他有无畏的精神即使面对佛陀的大弟子们他照样指出他们的执着毫不畏惧他不是逞强，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突破知见的框架其实这个就是要有说话的勇气在修行团体里面，不要说讲实话或讲真话了，即使在面对妖言惑众这个癫狂慌乱的时候呢，不一定每个人有勇气出来宣说正法嘞宁愿明哲保身但维摩诘居士就不一样了，他的无畏、无所畏惧、不卑不亢是来自慈悲是勇气而不是傲慢那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了第五，他谦卑而不自卑虽然智慧深广但是从来不炫耀自己。他视现生病是借着自己的病来引导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叫做众生病，所以我病。这个是很高的境界的因为众生有病了，我才生病这是把自己的苦呢化作教育，而不是在显示神通了。第六，他清净自在生活很富有，但他却不贪恋财富有家庭，但就是没有家累有事业，却不被事业所困那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事大业就大嘛，不是吗？烦恼也多了那维摩诘是什么？有事无业是处事而不染事世界的事了那这就是出污泥而不染不简单的第七，他辩才无碍他的说法是深入浅出，善用譬喻举很多例子的意思了那一语呢破迷讲话是句句呢气理气机也因此呢维摩诘经也被称为是一部充满智慧辩论的经典维摩诘常常那时候维摩诘常常炮轰深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徒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圣声闻缘觉居多都是治疗汉做法很保守。那维摩诘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圣思想那我们可以善解
维摩诘居士这种批判性的做法是有他的历史背景因素啊，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他都照样修理。对啊，第八，他有真正的平等性。维摩看待众生没有高低之分哦，一律平等哦，无论国王啦、大臣啦、商人啦、乞丐啦，人人皆有佛性，都值得尊敬。因此，他不是以身份来看人呐，是以佛心来看人呐。以上这8个是维摩诘居士的人格特质。其实严格说起来了，不止这些啦，因为在经文里面用了40几个现象来描述维摩诘居士，我们刚刚只讲8个啊，对不对？还有啦，其他还有，例如他口才很好啦，辩才无碍啦，幽默自在啦，对于世间的好事呢，不落人后；对于世间的邪恶，他从来没有畏惧的无畏嘛，刚刚讲无畏嘛。那面对各种障碍，他有能力去降服，并且常常给人家方便。为人处事呢，他不会情绪用事啊。所做的事情都是遵循大乘佛法的精神，依法不依人啊。他虽然是在家居士但具有诸佛如来的威仪啊。这个威仪就是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这是4威仪嘛那他对不同根基的人能够对机说法获得了诸佛的赞叹也得到大菩萨、罗汉、天人的敬重他乐观进取非常精进，毫不懈怠也经常安住在禅定里，心不散乱虽然他是一个在家居士但是他奉持的是出家人的戒法。这个就好像慈济宗门里面的清修士虽然没有剃度但是他奉持出家戒律也就是说他是用出世的精神在做入世的工作那维摩诘也有很多眷属亲人但是他很奇怪，他心中都跟这些眷属亲人保持距离耶。那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因为人往往太亲密，不拘礼节了，已经扣袖了，台湾话讲了有时候甚至因为太亲密割舍不得了，放不下心了造成很多的烦恼。所以如果能够保持距离感情就比较不会互相牵绊了，那烦恼就会减少是这个道理的那他虽然是大乘的修行者但他的衣服没有乱穿而是让自己或乱穿让自己显得很邋遢，他不会，他还是穿得很大方得体，庄严威仪他有很多外道朋友，但不会影响他对正法的信仰，他没有被其他人影响，被外道影响还是彼此之间保持互相尊重，彼此互为好友这个也是不简单因为一般人热衷于一个团体之后呢，他就没有其他团体的朋友了会自我限缩了，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但维摩居士他不会这样，他努力经营事业，所赚的钱都来布施行善，做公益不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也会涉足声色场所，也趁出入舞厅酒家的时候呢，向酒客宣讲佛法以正法提醒淫欲的可怕，这也是不简单的这个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资深的志工一样，这位志工呢也常常跑去声色场所募款那有些场所的那些欢场的老板或者那些女孩子也是有爱心的也会捐钱因为人人具有佛性的，不是嘛不过要这样做要先做几个重要的思考，才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才不会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对有4个思考。第一，维摩诘入欢场是为了随机度众，是为了表达刚刚讲的入世而不染世，跟行于世间不着世间可进可出圆融无碍不是鼓励大家来仿效他第二，你要进入那些不适合的场所，要看是否符合自己修行团体的戒规
即使你说你是发心行善啊，但要去的场所还是要有所取舍啊。第三，要考虑到是否会造成外界不好的观感。当人家看到你去那个地方，即使你自认为自己我是心地清净的啊，但是外界的人不一定会了解啦，会误解啦，甚至造成团体的形象的损坏啊。第四，要衡量自己修行的功夫啊。维摩诘虽然视线入污泥而不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定力啊，这样的功力啊，对不对？维摩诘居士不是逃避人间而成就菩萨，他是在人间成就菩萨的，不是因为远离烦恼才自在，而是在烦恼中依然保持智慧啊！不是离开污泥般的人群他才得到清净的哦，而是在利益众生中成就了自己的清净啊！其实这个也是维摩诘经最动人的精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了哈，维摩诘经跟法华经两部经的精神高度是一样的，都是以菩萨道为核心的大乘经典的，因此在修行上有许多共通之处，都主张不离人群而修行不能离开人群那两部经都同时强调必须慈悲跟智慧呢双轨并行也都一起强调要菩萨大招生，就必须能够做到善巧方便如果所学的佛法有法执变成墨守成规、死古不化、死板板硬邦邦的，那这个要菩萨大招生就会比较困难。不过要注意方便不是说没办法了啦，只好方便啦，也不是说哎呀不得已啦，所以无奈的把方便当作权宜之计，不是这么无奈不是这样的心态而是善巧弹性的妙用方便法，那才是慈悲跟智慧的一种展现叫做悲智双运嘛，对不对？那维摩诘居士能够自在出入酒店跟红场却不沾一点恶习，那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不是到那边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而是到那里去度众生他可以把陪酒的女人、卖淫的女人通通感化来念佛来修道所以维摩诘居士的游是一种智慧的游戏是一种菩萨游戏人间是游而不游的游戏三昧甚至蕴藏的游戏神通这个是很高的定的境界有一句话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个是对维摩诘居士呢这个最佳的写照啦。不过这个是要有相当的高强的定力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你功夫不够或者修炼不够的人呢，去这些深圳场所，就好像不会游泳的人就跑去浪涛汹涌的海边游泳看这嘛细不搞对不对即使说你有修炼还要看修炼的功夫到什么程度所以最好还是慎选去处啦，以策安全其实修行人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的一心不乱，而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或去环境复杂及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佛法的修行原则是什么？不鼓励心智未成熟者进入高度风险的境界的这个不是禁止我们或者束缚我们，而是保护我们也因此佛法才有五戒、八关斋戒、十戒跟菩萨戒等等的戒律的制定嘛。这就好像会游泳的人，他可以下水救人但不会游泳的人就要先学基本功，而不是贸然下水救人其实你会游泳也不一定会救人那救生员还要经过训练的对你这怎么都不懂就跳下去救人，那本来是11个变成12个，那这样就变成不智之举了嘛，对。所以问题不是能不能去哪里，而是去了之后是你在转进，
还是境在转你啊？如果一个场所啦，你进去之后啦，还能保持清明、慈悲跟自在啊，那这个环境是一个道场。相反的，这个地方你进去之后，如果内心反而动荡不已不但会让习气显现出来或者加重，那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了。所以维摩诘居士不是教我们去哪里修行，而是教我们只要心不动于境，则处处皆是道场啊。那声色场所对维摩诘来讲是修行的道场，这是对功力深厚的维摩诘而言哦。对一般修行人来讲不能直接套用，对啊，我们不能直接套用，这个关键不在于去什么场合啦，而是境界跟能力有所不同啦。刚刚讲的啦，功力不同啦，因为同一个环境对不同的人效果会完全不一样对维摩诘来讲是度众的场所对凡夫可能是增长欲望的场所这个就好像说，同样一把火啦，菩萨可以用来煮饭或照明嘛，但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讲呢，可能会烧伤自己。所以问题不是环境或场所，而是有没有能力去妙用这个环境跟场所，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要自在入不适合的场所，或自在入声色场所，前提是心不被五欲的财色名食睡所绑住，也就是不被钱财绑住，不被声色诱惑，不被男女情欲绑住，不被环境影响内心。在佛法上叫做心已自在，境不能转维摩诘是妙用境界来做工具我们凡夫是什么？容易被境界牵着走维摩诘进入声色场所，用来观机斗教度化众生。我们凡夫如果也这样子有样学样这样子模仿很可能会造成渲染习气，而习气加重所以还是要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因为稍一不慎，就很可能会变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得不谨慎好，我们今晚浅谈维摩诘经上集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要讲下集。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